中共监控老百姓的手段啊，又上新花招了。这次盯上的是企业的硬件和操作系统，那它如何一步步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1号。大陆现在的形势啊，它就是国安治国。国安部这样一个超级部门最近又发了一个通知，你就明白了，他接下来要干什么。看新闻报道呢，是他的官微7月21号发的消息。文章啊，我就不用给你细读了，我只给你抓一下其中的重点。他首先吓唬中国老百姓，你的硬件无论是手机 PC 端还是笔记本电脑啊，都有可能泄密，你的隐私有可能被暴露过。你看吧，他所有的政策啊，打的旗号都是为你好，而实际上呢，是方便他监控。那我们说他三招是什么？他提到了这个不安全，尤其是海外采购的硬件和软件，它能做什么？第一个呢，他说恶意自带病毒，设备里边有内鬼。第二个，他又提到了后期可以破解你的系统。第三个，他提到了暗中植入流氓软件。那最后啊，说出他的一个建议了。当然了，他所有的建议啊，你都应该理解为是强行推广，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，但实际干起来他就是强推。他的意思是说，重点涉密岗位可通过采购自主可控的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来解决，而且告诉你叫国家安全人人有责。只要一搭上这人人有责啊，这大帽子你必须得干，如果你不干的话，你企业就会有影响。今天呢，我给你讲一下，首先说这个软件啊，对企业有什么影响。你看现在啊，企业买的电脑，它有时候自带的 Windows 系统啊，其他系统，实际上国内啊，它自主开发了一个叫麒麟操作系统。现在很多的事业单位、国企啊，也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啊，它必须运营这个，不让你运行 Windows 系统。实际上，这个系统是封闭的，它就内置了一些监控系统。你再在上面玩这个什么翻墙啊，想看外面的世界啊，它会锁止，会自动报警。一开始啊，它都是在企业推广，慢慢的呢，就是国有的单位、地方政府，再慢慢什么呢？你如果想做政府的生意，想做军工企业的代加工，那你也必须得上这套系统，不然的话呀，容易泄密。如果企业增加的话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一般的民营企业你也得上这个，你如果不上这个年检，他不给你过。原因是什么？根儿还是在最上面，因为现在的Windows系统还有其他系统啊，它不安全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它能够运行翻墙软件，而不需要上报。另外呢，咱们讲一下硬件，它为什么惦记啊？现在的硬件系统和芯片，它有的时候啊，也能起到监控的作用。你比如说吧，最近甘肃天水的那个铅中毒事件，为什么这些家长他的轨迹被轻易的侦测出来？你现在手机呀，它都是国版了，因为啊，以前啊差不多，现在苹果有美版、欧版和国版和港版，而国版呢，它实际上也几乎算是裸奔了。你更何况那些什么安卓系统啊，什么小米、华为呀，它想进啊，它随时能进来，这个一点不夸张。那你就知道了，这些无法删除监控系统的硬件，未来是越来越普及。硬件再加上网证、网号，再就是加上那个楼宇党委啊，你就发现了，在家你用自己的手机不行，翻墙会容易被侦测。那有些人说，我到单位去。那你单位啊，现在第一楼宇啊有党委，我刚才讲到了，就是昨天节目讲到青岛实现成功以后，它接下来一定会全国推广。那大型企业呢，它就要上根上的问题，你这设备就不能翻墙，不让你随便出来。所以说软硬件一起上了，你就知道企业会越来越难。那我说一下这里边对老百姓的影响哈。其实第一个啊，这里边呢，
老百姓会增加一个成本，就是这个超级部门如果他管着企业的软件和硬件，他也许会增加一个婆婆。你这企业重要的采购，你最好买华为的、联想的，不要买什么其他的了，什么戴尔啊，什么苹果不让用。哎，你这里边他就会打造他的超级权力，权力会越来越大。这个就有点像那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，他有资格列席重要企业的董事会，而且他拥有一票否决权呐。第二呢，我们想说的是，这个国安治国啊，它对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你的除了人事成本和这个监控成本啊，你还有一个成本就是你很多东西有可能会被他们看到，看到以后呢，给他们关联的企业。原来有个郭文贵的，他的上司啊，或者是他的行贿人，那不就是国安部副部长吗？兼着17局的局长，那就是副部长兼企业管理局局长。这个部门呢，他有相当大的权力，他已经干涉到企业之间的财务并购了，说让你卖多少钱，说让你卖给谁你就得卖，你要不卖的话就把你关起来，要上刑。所以说啊，他既能够为了自己的权利做大这个部门，第二呢，也有巨大的权力空间。那谁来支付这代价？毫无疑问，仍然是企业和个人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国产的这些东西啊，你要相综合来看，横向比较，如果它好的话，大家何必会去买国外的东西？你终究还是效率和品质不如那个问题。如果一旦出了麻烦，你企业要买这个单。第四个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其实呢，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技术和知识的脱钩断裂。有些企业，你无论是医疗啊、新药研发呀，你必须得看国外先进实时的一些技术和一些这个研究方向。如果说未来你不让随便翻墙了，不让随便上网了，那你结果你只能自己研究啊，有可能你就走错路，你花的时间就更大。所以说综合来看呢，这个玩意儿走到现在啊，它也是一个必然，因为随着国内经济的下滑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他就会把这个想法想到，这是我不努力吗？那一定是体制问题。既然是体制问题，那我们就横向比较一下，为什么美国不是这样的，日本不是这样的？说怪话的人多了，他就防止这些人聚集，因为你只要手机，大家建了群组，线下搞了活动，一搞串联呢，它就容易引起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那怎么解决问题？仍然是网证网号加手机的这个为溯源码，再就是现在的你上班期间呢，你也不能再翻墙了。那这个事儿呢，给大家基本上算是介绍清楚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我正好和大家聊一下这国家安全部啊，它从根儿上，从诞生那天起，它主要就是对付自己人的。我简要给大家拢一拢啊。共产党呢是1921年设立的，它这设立不是中国人自发的，而是苏俄的共产国际啊派了马林这个代表，他实际上构建的是一个远东的中国分部啊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支部。一开始它就不是独立自主的，经费和这个指导思想都是来自于苏俄。但那时候建了以后呢，他想获取政权，发现不对，因为啊，他没有兵力，没有兵。第二呢，也没有这个内部的整肃系统。所以说，在建党后的1927年吧，他就开始建立了这样一个部门。这个部门啊，主要是挂自己人的。一开始的首长就是咱们的5号周恩来主席啊，那时候应该叫副主席。他为什么管这个部门呢？因为他在苏俄期间他受过训，当时这个部门啊，主要是负责锄奸。有很多时候，你看那个电视剧啊，他们啊拥有无限的权利，对付的首先是自己人，是吧？叛徒啊、肃反是干这个活的。当年这5号同志啊，带着人拿着斧子，还搞了一个灭门案。具体的啊，你可以翻我以前的节目聊过，这都是自己的高层啊、常委级的人物。那后来呢，他到了苏区啊，这已经是到了这个1931年，这名儿改了，就不能叫中央特科了。那时候叫政治保卫局，这个局长啊，我看了一下叫邓发。
那时候啊，仍然不归这个老毛管，仍然是属于周恩来的。那特科时期啊，没干多少事情，更多的是肃反啊，有时候杀人呢是这个几十万的杀 ，AB 团事件啊什么的都是他们干的啊。给你举几个例子，你像当时的贺龙啊、陈毅呀，只要一听说是政治保卫局的，他们都不敢管。虽然说名义上这个部门是归政治部下边一个部门，但是啊，政治部主任管不了他，他是对直接上一级的政治保卫分局汇报，而这个部门啊是直接向最高层汇报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监军吧，你这个司令啊、军长啊，你都得看政治保卫局的，他的权力也相当大，说杀谁就杀谁。公楚将军有个回忆录，他就提到啊，当时啊，陈毅手下有一个知识分子，表现很不错，但那时候政治保卫局局长就看上他老婆了，想给他私通，他肯定不愿意啊，不愿意的情况下，就说他这个人是知识分子，因为他祖上啊是那个知识分子家庭地主，就因为这一个理由啊，直接就可以枪毙人，上面写份报告就行了。陈毅作为军长根本就不敢管，有可见这个部门啊，始终是对付自己人的。后期呢，就开始长征了。那到哪了呢？就到了这个第3个阶段，到延安了。延安呢，那时候啊，就开始归谁管了？那就老毛亲自来抓，一直抓到死。那时候部门已经不归这个周恩来，周恩来啊也在写自己的检查，他失去了对情报系统的控制权。这个时候啊，给了谁呢？给了这个杀人的魔王康生。康生是担任后来所建部门的社会部部长，他更多的是搞的是那个肃反呢，再就是延安整风运动，整的还是自己人，连这个人过关，周恩来照样写检查。到了建国初期啊，他又改了个新名字啊，那时候叫撤了社会部，叫保卫局啊，他归了公安部。这个后期一直到文革后期一直是归这个公安部的。但真正到什么时候呢？83年，他又重新恢复叫国家安全局。这个当时的第一任部长呢是凌云，他原来是国安部副部长，也是这个老人啊陈云的秘书。这个始终是对付自己人的一把利剑。那这个部门有什么神奇之处啊？现在你看那个序列里啊，它归国务院管，属于政府部门，但实际上国务院总理包括周恩来到后期所有总理啊，管不了这个部门，因为它上面还有一个部门叫政法委，政法委是直接听命于总书记一把手的，现在更是如此。那我们知道，在22年啊，迎来了现任的部长，而这个部长他原来是写稿子的，在浙江省委期间一直是做那个秘书啊，什么副秘书长起家的。所以说现在你们发现国安部门呢不甘寂寞，原来呢他属于地下党，默默无闻啊，只干了后面的事。现在他非常网红，那他就是这种新部长的一个作风啊。当然了，你要说这个对个人的影响啊，企业一定会推向个人，然后呢，大家都要用特工的手机，每人是1证1号，然后呢，你上班期间和回到家完全不能翻墙，翻墙的办法变得越来越难。有很多朋友问你，大卫，你讲这么多，不是打消我们的信心吗？那有啥办法呢？你必须得给我们说解决方案。实际上，天下很多事儿啊，解决方案就摆在那儿，那看你的事儿了。也就是讲，这种制度，无论是网证网号，还是楼宇党委，还是这个特工版的手机，最终啊，都是实行一个电子的镣铐，每个人啊牢牢的箍起来，你呢失去对外界信息的搜集能力，这不就是好掌控吗？所有的集权本质上它都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控制，即使经济再差的时候，它仍然也要加紧控制，因为经济差有可能是激起人们的这个反感呢。解决办法无非是3种嘛，要么忍啊，要么润，要么你就干。那忍是大多数，应该说80%的人都会选择忍。你套上枷锁就套上枷锁，你让我用特工版的手机，我也就这么认了啊。这种人呢，几乎是社会的大多数底层嘛，他根本你没有那种造反的想法，也不太愿意翻墙。他更多的防备呢是20%的人，这些人有一些人叫做什么？要么润。润的概念，你想想李嘉诚啊、潘石屹就清楚了。很多企业家离开香港或者离开这个大陆，都是出于润的想法。
那也有些人什么，哎，我也不认，我也不忍，我就干。但是所有的干了，他都会支付代价才能获取这个回报。有人讲啊，那我怎么干？举白纸的时候你干了没有啊？既然说你当初没参与，你以后啊有没有这个想法，对吧？我不是教唆你做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就像美国，你像有些企业，美国的情况不是太多了，无论是 CIA 啊，负责对外情报的，还是内部的那个联邦调查局，还有那个五角大楼那个军事安全局，还有另外的国家管网络的十几个部门，至少11个。那这些部门对美国的企业对个人的影响是很少，有的企业他一辈子也不打交道，也不需要说你来审查我的硬件有没有采购国产的，他没有这个权利。那说明美国民众他是自己有过行动，他才获得了自己的权益。你说老问别人怎么解决方案，这个都不现实的。让你解决方案，你干吗？你要没那个本事呢，那你要么忍，那你要么就是认了，好吗？这个事儿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。关于这个企业级的硬件和软件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们共同来探讨。再见。